他绝对是本世纪 F1 最令人惋惜的车手，以200多的时速钻入吊车底部，遭遇弥漫性轴索损伤，颅脑神经断裂，虽凭借极强的身体素质硬扛9个月，但最终还是不幸离世。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回到2014年，作为车迷多么想告诉他不要太拼命，你马上要去法拉利了。可惜人生不能重来，即使真的可以，我相信他依旧会义无反顾，在零路的大雨中全速推进。即使他驾驶的只是一台马鲁西亚，即使他可能拿不到积分，但这就是车手的宿命。坐进赛车的那一刻，就要全力争胜。又是一年日本站，恰逢比安奇逝世10周年。不管零路的大雨是否如期而至，当年的17号少年再也回不来了。2014年日本大奖赛如期在零路赛道举办，比赛受到台风的影响被提前到了周六举行。赛道极其湿滑并伴有明显积水，能见度非常低，不断有赛车失去控制滑出赛道。第42圈，索博车队的一台赛车突然在7号弯外侧失去控制，拍在轮胎墙上。所幸车手苏蒂尔并无大碍，赛会也迅速将发生事故的2个赛段调为黄旗。而就在他冲出赛道的瞬间，视频画面里一台红色赛车飞驰而过。当时没有人会想到，在下一圈在同样的弯角会发生本世纪 F1 最严重的撞车事故。一圈过后，在同样的位置被吊起的索博赛车又回到了地面，现场的工作人员似乎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，纷纷跑向吊车的旁边，有人大声呼喊，有人不断做着手势，也有人还在挥动绿旗，现场情况异常混乱。随后导播切掉了镜头，安全车出动，这并不奇怪，但反常的是，与 SLS 一同出动的是作为医疗车的 C63， 而且听引擎的轰鸣声跑得很急，似乎赛道上有什么人急需救援。镜头一转，46圈赛会出示红旗，比赛提前结束。赛后小黑屋，车手们显得很反常。罗斯伯格与赛会干事讨论着什么，随后又走向汉密尔顿耳语了几句。维特尔与老汉握了握手，表情严肃。所有人都没有获得胜利的兴奋感。而颁奖台上3位车手就更奇怪了，没有进行肆意喷洒香槟的庆祝仪式，台下众人也表现得神情紧张。所有迹象都表明可能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故。果然几分钟后传来消息，法拉利客户车队马鲁西亚的车手比安奇在7号弯出现了意外。而之所以让所有人都神色肃然，是因为这是一个足以致命的事故。比赛回到第43圈，为了将索博赛车转移到安全地带，赛会在没有出动安全车的情况下出动了一辆吊车，但没有将赛段黄旗升级为全场黄旗。比安奇还在飞速驾驶，于是当他来到7号弯的时候，悲剧发生了。赛道上的水流将行车线覆盖，导致车辆发生打滑失控，与苏蒂尔如出一辙冲向了缓冲区。但不同的是，此时的缓冲区有一台12吨重并正在移动的吊车。比安奇发现不对劲，双脚同时踩下油门和刹车，试图切断动力输出，但引擎并没有熄火。赛车以212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迎面撞向了正在移动的吊车，比安奇的头部直接撞到了吊车的底部。耳机传感器最先测的撞击瞬间加速度为92G， 但因为撞击时耳机已经脱落，所以根据后来的调查，当时这个数据高达254G。发生事故后，比安奇当场昏迷，赛会方面迅速将其转移至距赛道15公里的县立综合医疗中心。虽然马上接受了手术，但情况依然不容乐观。受法拉利车队邀请前往日本的罗马大学神外专家弗拉提则证实，比安奇遭受的是致命性的弥漫性轴索损伤，大脑内部的通路几乎全被切断。但医生也同时提到，从没见过伤重如此还能存活下来的，目前已然是一个奇迹。比安奇的事故发生后， FIA 派出了10人小组彻查此事。调查组递交了一份长达396页的报告，认为比安奇的事故并非由单一因素造成，其中提到了马鲁西亚赛车刹车系统内的扭矩协调器阻碍了引擎熄火。但调查组提出，这不应该是事故讨论的核心， F1 应该考虑如何避免再次发生赛车与大型机械车辆之间的碰撞。而在调查的同时，比安奇的家人将其接回了法国尼斯大学中心医院接受治疗，一直到15年7月，比安奇仍在昏迷中。同年的7月17日，家人突然发布讣告，比安奇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他结束了他自己的战斗，年仅25岁。2015年7月21日，比安奇的葬礼在尼斯主教座堂举行，他被安葬于他的家乡汉密尔顿、罗斯伯格、简森巴顿、塞巴斯蒂安维特尔、博塔斯、格罗斯让、马萨、霍肯伯格、里卡多等众多 F1 车手出席了他的葬礼。各界人士包括法国总统都表示了对这位天才车手不幸离世的哀悼。 FIA 主席让托德宣布，比安奇的车号17号永远封存，以示敬意。比安奇离世后， F1 引进了虚拟安全车，引进了黑漏系统，规定了黄旗下必须减速，这些举措拯救了无数车手的生命。但令人唏嘘的是，黑漏系统可能依旧无法挽救比安奇的生命。转眼间，这位法国天才车手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，他的事故一直提醒着世人，即使现代科技发展迅速，但 F1 依旧是一项极其危险的运动，保持敬畏就是对比安奇最大的尊重。